我去，这么大！欢迎宿主来到修仙世界，大师兄养成系统成功激活。系统？我这是穿越了，成为了青云宗凌霄峰的废物大师兄。大师兄养成系统绑定师弟师妹，在宿主的督促下修炼，宿主即可获得修为返还。当前返还倍数100倍，检测到师妹江灵儿是否绑定。师妹修炼，我变强，绑定，必须绑定。绑定成功，请宿主督促正在摆烂的师妹修炼。原来这个极品小美人，竟然是我的小师妹。大师兄，你干嘛呢？灵儿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你对得起师尊吗？大师兄，不是你跟我说修行太苦，要及时行乐吗？然后你就带我来泡温泉了。我的意思是劳逸结合，又不是让你摆烂。你知道吗？师尊昨天晚上偷偷来了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昨天晚上哭了整整1夜。师尊哭了。师尊一边哭一边说：“灵儿那孩子本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奇才，都怪我没有教好他。”大师兄，你记错了吧？上次师尊见我还跟我说我根骨极差，这辈子能修到炼气5层都是祖坟冒青烟了。那是师尊的激将法。师尊他现在全宗门都在传，说你江灵儿是月无双长老此生最大的遗憾，说凌霄峰一脉就断送在你的手里。唉，甚至连厨房的王大娘都说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废了呢？废了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不是废物。大师兄，我现在就开始修炼。好白，好长。我一定不会让师尊失望的。好，师妹修炼我变强，炼气1层，我终于可以修炼了。罗离，掌门让我传令，凌霄峰弟子凋零，今日宗门招收弟子，让你代替月无双长老前去挑选。你说什么？挑选弟子？系统说师弟师妹人数越多，倍数越高，这好日子不就来了吗？好的，我过去拿一下。好呀，你瞧瞧这个，师兄，我们就修炼到何种境界？都没有见过这本书，是吗？怎么卖啊？是。检测到完美师妹体质，宿主绑定后可开启1000倍返还奖励。我去，1000倍返还！啊？慕容雪，年龄18岁，修为炼气5层，资质极道火灵仙体。我去，她竟然是女帝转世！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师妹，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凌霄峰？凌霄峰？慕容雪师妹入门试炼是第1名，更是宗门最年轻的炼气5层，怎么可能会去你们凌霄峰？你们凌霄峰就2名弟子，还都是废物。没错，正是因为我们都是废物，所以师妹加入凌霄峰，那就是赚到了。师妹，你可不要被他忽悠了。以师妹的天赋，修炼资源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们能保证每个月主峰都能把修炼资源交给师妹？怎么可能啊！哼，我们可以啊。师妹，我们凌霄峰人少，而且那些资源我们根本就用不上。只要你肯加入凌霄峰，今后那些丹药、灵脉、灵液，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。此话当真？陆离，你也太无耻了吧！这分明是诱惑，这不公平。有本事你也诱惑呀！只要你开的条件能够让师妹满意，我自愿退出。他说的倒是没错，本地重生，根骨受到影响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灵脉和修炼资源，加入凌霄峰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师妹，考虑的如何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愿意加入凌霄峰。什么？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慕容雪，开启1000倍返还奖励，额外奖励洗髓丹。爽！女帝师妹的1000倍返还到手了，还有这个洗髓丹，有了它，灵儿的根骨不是就能改善了？
灵儿，我本以为你已改过自新，不再摆烂，可是……大师兄，我只是喝了口水。灵儿，你知道师尊得知你认真修炼之后，他有多开心吗？师兄，我真的没有偷懒。师尊知道你根骨极差，为了帮你洗精伐髓，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帮你找来了这颗洗髓丹。这凌霄峰竟然把如此珍贵的洗髓丹交给一个根骨极差的废物，这是师尊给我的。灵儿，你对得起师尊的一片苦心吗？大师兄，灵儿知道错了，灵儿甘愿受罚。灵儿，你千万别怪师兄我太狠心，大师兄这么逼你，也是为了你好。这是我们的新师妹慕容雪，18岁，炼气5层，天之娇女，但人家也从未在修炼上有丝毫的懈怠。18岁，炼气5层。大师兄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炼，不会让你和师尊失望的。检测到师妹江灵儿进入修炼状态，先辈经验返还开启。炼气3层，成了。洗髓丹得之不易，你为何不用？我又不傻，现在可是1000倍修为返还，灵儿修炼速度提升，我获得的收益就越高。我就是一个毫无根骨的废人，用了也是浪费。能够抵抗住洗髓丹的诱惑，此人心性倒是不错。等我重回地位，倒是可以帮他重塑根骨。啊！师妹，这个是淬体丹，能够提升自身体魄。这个是凝气丹，可以快速提升灵气。这个是归元丹，能够让你稳固境界。还有这个蕴含着青云宗灵脉的灵液，对修行有很大的好处。来，师妹，还愣着干嘛？修行一道，任重而道远，你一定要刻苦奋斗，千万不要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师兄，看好你哦。是师兄，我这就去修炼。检测到师妹慕容雪进入修炼状态，先辈经验返还开启。我这女帝师妹也太强了，直接让我突破到了炼气5层。看来我必须要做一个称职的大师兄，谁都不能给我偷懒。哎呀，师妹们都在刻苦修炼，算了，我也不能闲着，回屋睡觉。系统，这什么情况？恭喜宿主，经过1000倍返还，宿主的修为已经到了通玄境3层。什么？我就睡了一觉，就到通玄境了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系统，那我那2个师妹现在什么修为啊？江灵儿23岁，炼气5层，上品水灵体；慕容雪18岁，通玄1层，极道火灵仙体。我这女帝师妹一夜竟然提升了5个小境界，这也太逆天了！还有灵儿竟然也达到了炼气5层，看来昨天那颗洗髓丹起了很大的作用。陆离，你给我出来！谁啊？在这大呼小叫的，没看到我师妹们在这修炼吗？张扬，听说你抢了我们天机峰的亲传弟子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这不是天机峰的大师姐苏相吗？没想到为了一个慕容雪，连她这个冰山美人也来了。检测到优秀师妹体质，宿主绑定后会开启10000倍返还奖励，并获得神秘奖励。你没事吧？那可是天机峰的大师姐。我知道，所以奖励很丰厚，宿主加油！狗系统，我要是抢了苏相婉，天机峰峰主能跟我拼命！陆离，慕容雪留在凌霄峰只会耽误她的修炼。据我所知，她还没有正式拜师。只要你肯让她跟我走，你的任何要求
天机峰都会答应。呵呵，那可是你弟，一天提高了5个小境界的怪物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带走？大师姐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打他一顿就老实了。陆离，你最好考虑清楚。不如咱们打个赌。好，你想赌什么？你们出一个人跟我打一场，你们赢了，人你们带走；如果你们输了，你这个天机峰的大弟子就留下来做我的三师妹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废物！你要跟我们打一场？罗离啊，你这个废物，敢对大师姐出言不敬！都说陆离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，看来这陆离是想给自己一个台阶，避免让凌霄峰太过难堪。好，我答应你了，你随便挑一个吧。哼，就你了。大师姐，这个是他自己选的我啊，我可没逼他。点到为止，不要太过分。放心，大师姐，我顶多就废他2条腿。孩子呢？干什么？这就要投降了？要是你们输了，你们不认账怎么办？我说，哎，你也不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可以在这里立一个魂誓，如果我输了，我自愿留在凌霄峰做你的三师妹。哎，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哼。这怎么可能？他，区炼气8层，还敢来我凌霄峰抢人，就这本事，谁给你的勇气？小子，你找死！垃圾就是垃圾，打不过只会偷袭。给我去死！你是通玄境？通玄境，这怎么可能？三师妹还愣着干嘛？叫大师兄。陆离，你卑鄙！你们来我凌霄峰抢人，赌约是你们自己定的，魂师也是你们立的，怎么就成我卑鄙了？三师妹，大师兄不会亏待你的，你也不想因为魂师影响道心吧？大师兄，嘿，恭喜宿主成功绑定苏向晚，开启10000倍返还奖励，获得破镜丹。你们还待在这里干嘛？赶紧带着你们的废物师兄滚出凌霄峰！三师妹，你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？听过。怎么了？那你还不赶紧去修炼？就算你天赋再高，只要懒惰，就会被别人超越。你以为我不想修炼吗？只是我如今没有办法修炼。为什么？我修炼出了问题，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先天境。不是吧？我的万枚繁线啊，难道就这么没了？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？除非有一枚破镜丹。破镜丹？刚才系统奖励的那颗丹药，不正是破镜丹吗？破镜丹极难炼制，所以……哎，没什么所以，不就是一颗破镜丹吗？这是破镜丹。师尊早就想要收你为他的亲传弟子，只可惜啊，你早早就拜入了天机峰门下。师尊为此伤心了好久，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忘记，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你。这是真的？那是自然，不然师尊为何会知道你修炼出了问题，花费那么多代价给你寻找这一颗极其珍贵的破镜丹？师尊，他竟然为了我……三师妹，现在还想辜负师尊的一片苦心吗？大师兄，师尊在哪？我要亲自去感谢师尊。哎，那倒不用，师尊他老人家多忙啊，好不容易抽个时间闭个关，咱们呀就别去打扰他了。你现在好好修炼，就是对师尊最好的报答。放心吧，大师兄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师尊的期望的。好了，去吧，去跟你的2位师姐一起修炼吧。
检测到师妹苏向晚进入修炼状态，万倍经验返还开启。我居然直接提升到了金丹境！我的好师妹们，大师兄爱死你们了！你谁啊？陆林，这位是我们天机峰的大师兄雷啸天，你打伤天机峰弟子，还帮走我们大师姐，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！我来这里是为了带苏师妹离开。苏师妹已经拜入我们凌霄峰门下，跟你们天机峰没有任何关系。更何况我们之间还立了魂誓。那又如何？只要你死了，那魂誓自然作废。你要杀我，你就不怕破了宗门规矩？规矩那是给弱者立的，强者才是制定规则。一个凌霄峰的小垃圾，即便是你死了，宗门也不会为难我的。陆林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大师兄磕头认错，说不定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就凭你，还想杀我？狂妄！既然你跟我来真的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蝼蚁也敢在我面前猖狂！大师兄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陆林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三番五次派人来我们凌霄峰闹事，你说我想做什么？我可警告你啊，我可是天机峰的亲传弟子。那又如何？我还是凌霄峰的大师兄呢。你毁了我的气海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。看你还如何在别人面前嚣张！我不要当废物！小子，你敢废我天机峰的弟子，今天谁来也救不了你！住手！师妹，你让开！只要我杀了这小子，魂誓自然就作废。师兄，我已经加入了凌霄峰，我不会让你伤害大师兄的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你忘了自己修炼的问题？如果待在凌霄峰，恐怕这辈子都达不到金丹境。真以为别人跟你们一样废物，连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？臭小子，你懂什么？连我师尊都束手无策，你说这是小问题？不错，而且我师尊已经替三师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这不可能！没有我师尊请药仙来帮忙，就只能服用破镜丹，强行突破境界。你们凌霄峰拿得出破镜丹吗？系统，宿主，我在。我问你，这个雷啸天是否可以绑定？正在评估中。雷啸天，先天巅峰修为，年龄33岁，天赋中等。绑定后，宿主可叠加2万倍修为返还。才2万倍，看来不是系统认定的绑定对象，倍数不会增加太多。但苍蝇腿也是肉，要不咱们打个赌？赌什么？跟我打一场，赢了人你带走，输了留下来，做我们凌霄峰的杂役弟子。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大师兄，你疯了！他可是天机峰的大弟子雷啸天，这小子还真是不知死活。小子，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打？我刚才只用了1成功力，你不会真以为你是我的对手吧？你就说你敢不敢吧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也要立魂誓。没问题。大师兄，他马上就要突破金丹期了，你不是他对手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我陆离起誓，如果雷啸天赢了我，可以将我三师妹苏向晚带走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甘愿留在凌霄峰做一名杂役弟子。大师兄，小心！小子，敢硬扛我的奔雷剑，你死定了！是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没事？这个小子倒是让我有些看不透了。他不是没有根骨不能修炼的吗？接下来该我了。
你输了，才艺弟子。大师兄，他赢了。看来这小子不简单，倒是我看走眼了。你根本就没有根骨，怎么可能打败我？败了就是败了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身为杂役弟子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干活！怎么，你想遭到魂师反噬不成？连大师兄的话都不听了吗？是，大师兄。给我等着！恭喜宿主成功绑定雷啸天，开启2万倍返还奖励。太爽了！2万倍修为返现，再加上我这3位逆天的师妹，登顶地境不再是梦。大师兄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大师兄，不是没有根骨，没有办法修炼吗？当时忘了该怎么给他们解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师尊给了你法宝，用来防身的。你说是吗，大师兄？哦，对。还是我的大师妹懂我。唉，现在你们知道师尊到底有多疼爱我们了吗？看似师尊是个修炼狂，对我们不管不问，其实师尊他老人家无时无刻的都在关注着我们。可惜啊，我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，只能用师尊给我的手段保护自己。师妹，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师傅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，明白吗？大师兄，我一定会认真修炼，一定不会辜负师尊的。我也是。大师兄相信你们，去修炼吧。岳无双，你给我出来！师尊，弟子雷啸天拜见师尊。他就是天机峰的峰主凌尘子，他怎么来了？怎么才1天不见就不认你这个师尊了吗？弟子不敢。你就是岳无双那个废物弟子陆离。是我。完了，这老东西明摆着就是来找茬的。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打老夫弟子的主意？林长老，这是他们自愿打赌的。师尊，你别听这小子的，都是他用卑鄙下流的手段，你一定不能放过他。像你这种卑鄙小人，就由老夫替宗门清理干净吧。不是吧？这老东西要杀自己，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金丹，一个没根骨的废物，是如何做到的？凌尘子，是谁给你胆量来我凌霄峰闹事？终于有救了。岳无双，挖我弟子是你授意的？不是。那就把那个小子给我交出来，让我的2个弟子离开。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。追究？你还不配。没想到我这美女师尊竟然如此霸气。岳无双，你什么意思？真当我怕你不成？你竟然踏入了神虚境！岳无双，算你狠！看来你是早有预谋，早知道宗门试炼马上开始，就从我这里抢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去找掌门师兄评理。师尊，哎呀，师尊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再晚来一会儿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这么听话、这么可爱、这么孝顺的弟子了。没事了，为师不会让任何人骑到你头上。师尊，还是你对我好。灵儿，你的修为……师尊，师妹现在刻苦修炼，丝毫不敢懈怠。师尊，我一定会努力修炼的。师尊。师尊，她叫慕容雪，
18岁，炼气5层，天赋堪称妖孽。天赋果然不错。这是3师妹，苏向晚自愿留下来的。大师兄说的没错，我是自愿留在凌霄峰的，我一定会报答师尊对我的恩情。师尊，这是咱们杂役弟子，你不用搭理他，就让他在凌霄峰打杂就行。10年一次的宗门试炼就要开始了，咱们凌霄峰呢有5个名额。宗门试炼？大师兄，宗门试炼就是会把我们传送到远古战场，那里修炼资源非常丰富，还有功法和灵宝等宝贝，名额极其难得，但是里面也凶险异常，甚至还会性命堪忧。去那种地方做什么？还不如在凌霄峰 PUA 这些师妹修炼，获得的奖励不比宗门试炼的少。师尊，能不能不去啊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之前凌霄峰没有弟子，我们可以把机会让给别人。如今咱们凌霄峰有4名弟子，你们必须都要参加。什么？这还带强制的？太好了，我也能够参加宗门试炼。陆离，等进入远古战场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你们好好修炼，争取从远古战场活着回来。是师尊。知道了，师尊。两位师妹，我们一定要好好修炼，不要辜负师尊。叮，检测到师妹们进入修炼状态，2万倍经验返还已开启。金丹2层，看来越往后修炼需要的修为就越多，还是得想办法多招一些师弟师妹才行。自从收了雷啸天那个杂役弟子，倒是没人敢来凌霄峰闹事了。但是也让我没机会接触到其他人，导致我10天的时间也才提升到金丹7层。不过参加试炼，保护这些师妹的安全应该是够了。10年一次的试炼马上就要开始，我和诸位长老会打开通往远古战场的通道，所有弟子必须在7日内返回宗门，遇到危险，大家一起对抗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大师兄，这里灵气好浓郁啊，感觉比我们青云宗的灵脉还要浓郁。这里是远古战场，属于独立的遗迹空间，所以灵力会更加充沛一些。大师兄，这里非常危险，咱们也抓紧时间寻找灵宝吧。走。等一下。小子，你知道我等今天等了多久吗？雷啸天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乃天机峰亲传大弟子，却被你们羞辱成干脏活的杂役，你说我想干什么？我现在恨不得将这个小人碎尸万段。唉，看来你还是贼心不死，当初就应该狠下心来，给你废了。现在后悔，晚了。你这样做，难道就不怕被宗门知道吗？其他山门的弟子早就离开了，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，谁会知道呢？雷啸天，我竟然不知道你是这种卑鄙小人！苏向晚，是你先背叛了天机峰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不过我得感谢他，又给我们天机峰多了一个参加试炼的名额。你们到底还打不打？哪来这么多废话？在这里耽误我们1个时辰，就是耽误我们4个人4个时辰，你们赔得起吗？小子，还敢猖狂，找死！这是麒麟丹，能快速短暂的帮助提升自身修为。不错，这就是我师尊给我的麒麟丹。现在我已经是金丹境，我倒要看看月无双给你这个废物的宝贝到底还能不能撑住。大师兄小心！
可能！我就不信我一个金丹境杀不了你！打够了吧？现在该我了。小子，你敢废我修为，我师尊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以为他还会知道吗？你会付出代价的。系统，我杀了绑定对象，不会收回奖励吧？宿主放心，死者并非系统特定对象，不会收回奖励。那就好，不然这要是实力再倒退回去，在这远古战场该有多危险！他竟然杀了师兄！走！我让你们走吗？陆师兄，都是大师兄让我们做的呀。我们本身不想碰你们的，都是大师兄逼我们的。你说我这杂役小师弟，要是知道你们说了这些话，那该有多伤心呢？大师兄，我愿意加入凌霄峰，今后为凌霄峰肝脑涂地。对，大师兄，我也愿意加入凌霄峰。都愿意加入，都愿意加入。你以为我们什么人都收啊？就你们不配。大师姐，我们真的想进入凌霄峰，就算是打杂役的弟子也可以，我们只是想活下去。你们将我们困在这里时，又有想过放我们离开吗？大师兄，他们就随便你处置。不错，我这师妹倒是没有圣母心。若是她刚才求情，我还真不好动手。杀伐果断，看来这小子并不简单。他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秘密？走吧，咱们去寻找资源。师妹带先行，先走。那是天珠峰的于锦秋，他怀里的好像是一把仙器。没想到这远古战场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。丁，检测到优秀师妹体质，宿主绑定后可开启10万倍奖励返还，并获得神秘奖励。什么？系统，你不会是想告诉我，被一只神兽白虎攻击的那个人就是我的绑定对象吧？是的，宿主。你开什么玩笑？那可是神兽白虎，你让我一个金丹小菜鸟去挑战神兽，你是觉得我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宿主自行考虑，不过还要提醒宿主，系统认定的绑定目标有限，色者且珍惜。我操，这不是明摆着威胁吗？大师兄，咱们要不要帮帮他？那可是神兽，实力堪比化神期修士，你想怎么帮他？猫薄荷，有了。是你？你认识我？凌霄峰弟子陆离，当初月无双长老带你来见我的时候，我见过你。不过，你不应该来这儿的，只会白白跟着我送死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我听说你连根骨都没有，这种时候你开什么玩笑？如果我能保你没事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如何？放心，不会让你杀人放火，也不会让你嫁给我，更不会要你手里的仙器。如果是这样，我答应你。最起码得立个魂誓吧，毕竟我这可是拼了命救你。如果陆离能够带我脱离危险，我于锦秋愿意答应陆离一个条件。成功上钩。师兄小心！小心！大师兄小心！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简直就是找死！给我坐下！他刚才说什么？命令神兽坐下。
可能，这白虎怎么会突然坐下？幸好老子赌对了，这猫薄荷果然是所有猫科动物的克星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走吧，别过来再打扰我们。哼。这是秘密，不过你别忘了咱们之间的约定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会答应你。很简单，我让你退出天珠峰，进入我师尊月无双的门下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师妹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毕竟，咱们可是立了魂誓的。你从刚刚就开始算计我。师妹，这怎么能叫算计呢？除了我，你看谁还能豁出性命去救你？大师兄，哎，师妹，从今以后，大师兄肯定保护好你的安全。师妹，从今以后，大师兄肯定保护好你的安全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于锦秋，开启20万倍返还奖励，获得喜灵液。20万倍，这也太逆天了！还有这个喜灵液，岂不是慕容雪受损的根骨就可以修复了？按照慕容雪的修炼天赋，如果根骨修复，我简直就是原地起飞。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儿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今后她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于锦秋。师妹，大师兄，她可是天珠峰的亲传弟子。你的胆子可是真的大，看来上次林晨子的事情还没能给你教训。刚才要不是我出手救师妹，她就死定了。既然重获新生，那就应该重新开始。我说的没毛病吧？大师兄做的没错，咱们师尊肯定会支持我们，将凌霄峰发扬光大的。还是我的首席大弟子，懂我呀？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而且他受了伤，我们赶紧找个地方休息吧。休息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可是10年才开启一次的远古战场，在这里停留的每一秒都应该珍惜。你怎么能想着休息呢？这小子又要开始了。唉，师尊他老人家。停！我们现在去修炼还不行吗？你是嫌大师兄烦了吗？是厌弃大师兄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给你拿到更好的修炼资源，我去师尊面前整整跪了1天。谁信啊？哪次我修炼的时候，你不是坐在摇椅上吃着水果晒太阳？那是我想的吗？你以为我甘愿当成那个废物吗？像我们这种废人的悲伤，你们这种天才怎么会懂？我听师尊说，二师妹的根骨有一些损伤。二师妹刚来不久，与师尊的感情没有那么深厚。我跪在师尊面前整整1天，师尊才去寻找这喜灵液。你说什么？这是喜灵液？没错，这就是价值连城、十分珍贵的喜灵液。女帝又如何？面对我这个大师兄的 PUA， 也得乖乖听话，努力修炼。虽然师妹已经嫌弃我这个大师兄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个大师兄该有的责任。这喜灵液是我。上一世我遭到亲人背叛，发誓再也不相信任何一个人。是他让我重新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真情的。大师兄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这么说你了。大师兄，师姐真的知道错了，就原谅师姐吧。其实也是我的错，我不能修炼，更不应该强行逼着你们去修炼。大师兄，我这就去修炼。轻松拿捏，修炼吧。
到师妹江灵儿、慕容雪、苏向晚、于锦秋进入修炼状态，20万倍经验返还开启。我操！金丹巅峰，恐怕明天一早就能达到元婴。不愧是20万倍的修为返还，果然厉害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系统，刚才那是什么东西？恭喜宿主，你已进入元婴境。我已经元婴了，那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？提醒宿主不要太膨胀，这个修仙世界强者很多，元婴以上还有化神神躯、渡劫大帝，什么时候踏入地境，宿主才可以横着走？我不是想高兴一下吗？没劲儿。哦，不愧是女帝爷啊！根骨修复完毕，修为竟然提升的这么快。这要是再多找些师弟师妹，岂不是可以原地起飞了？啊！大师兄，那边好像有人在打架，听声音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你们两个畜生！我是你们师姐，你们这样不怕师尊知道吗？师姐，这里是远古战场，死一些弟兄很正常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老老实实的将东西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，师弟，这种姿色的师姐玩起来应该会很不错吧？那是肯定的。我听说师姐一直守身如玉，从没让其他男人碰过她。今天不就有了？哎，你们两个畜生！清雪师姐，这件事儿不会有人知道的。你们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师姐你就叫吧，叫的声音越大，我们越刺激。住手！是你，凌霄峰的废物！我劝你们赶紧离开，然后闭紧你们的嘴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大师兄，我见过他们，之前就是他们堵在了凌霄峰门口，想欺负我，后来被我躲开了。检测到优秀师妹体质，宿主绑定后可开启100万倍返还奖励，并获得神秘奖励。我操，100万倍！敢欺负我师妹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哼，废物！那要真以为你们人多，我们师兄弟2人就会怕你们不成？让你们滚，都算便宜你们了。别他娘的不识抬举！一起宰了他！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大哥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放我们一马。想知道死了就阎王吧。我们的所有宝贝都可以给你。你死了，东西照样是我的。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举手之劳，更何况他们还欺负了我师妹，我自然不能饶了他们。苏师姐、于师姐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早在不久之前，我就已经成为凌霄峰的弟子了。我现在也是凌霄峰弟子。什么？你们都是凌霄峰的弟子？
那我能加入吗？哎呦喂，这小妮子倒是挺上道，不用自己忽悠，竟然主动要求加入凌霄峰，这倒是省去了我不少麻烦。我被同门师兄背叛，对朝阳峰已经没有任何留恋，还请师兄师姐成全。大师兄，帮助师尊振兴凌霄峰嘛，你看他多可怜，你就答应他吧。这是远古战场的密钥，有了这把钥匙，就可以进入远古战场的核心的区域。他们两个刚才抓我，就是想要得到这个。没想到捡了一个小师妹，竟然还有意外之喜。好吧，我同意你拜入凌霄峰。不过啊，你要想清楚，我们凌霄峰从不养废物。要是你不好好修炼，我随时叫你逐出山门。谢谢师兄师姐，我柳清雪以后一定好好修炼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柳清雪，开启100万倍返还奖励，获得极品归西丹1瓶，可隐匿一切气息。太爽了，100万倍返现到手。不过这归西丹有什么用？系统，你不会没东西了，开始拿一堆破烂来忽悠我吧？宿主，请不要质疑本系统，本系统出品皆为精品。还能让人质疑？走吧，咱们去这远古战场核心区域看看，这到底都有什么。师兄，这地方很危险，我们要注意。很危险？原本我得到钥匙就是想进入核心区域，但这地方十分凶险，里面有凶兽，还有一些上古残魂。我在的仅仅只是外围，都差点丢了性命。你这个归西丹能不能躲开那些凶兽和上古残魂？自然可以，是可以隐匿一切气息。系统，我爱死你了！小师妹，没事儿，我正好在进入远古战场之前，师尊给了我1瓶归西丹，有了这东西，那些凶兽和上古残魂都不可能发现咱们。这是极品归西丹，可以隐匿一切气息。这小子到底还有多少宝贝？大师兄，他们真的看不到我们，而且这里的灵气极为浓郁，比咱们刚进来的地方还要浓郁很多。嘘，赶紧走。灵草、仙药，还有一整条灵脉，这里真是一个洞天福地。在这里修炼1天，比在远古战场外多修炼1个月呢。你们应该都清楚，这归西丹十分珍贵，而且是来之不易。若是让师尊他老人家知道，咱们使用归西丹只是为了游山玩水，他该有多伤心呢？大师兄说的对，我们现在就好好修炼，一定不会让师尊伤心。对，我们这就开始修炼。检测到所有师妹进入修炼状态，100万倍经验返还开启。
我操！只是一瞬间就提升了3层修为，达到了元清4层。这要是等到离开那天，岂不是爽歪歪？既然来都来了，这些东西自然不能浪费，必须得全部带走。而且等回到宗门，还可以用这些提升师妹们的修为，或者吸引更多人加入我们凌霄峰。哼，我真他娘的是个天才！今日是这宗门试炼的最后一日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山门的弟子收获最多。天机峰的雷啸天去了凌霄峰，没了雷啸天，我们朝阳峰当然是最多了。要不咱们打个赌？林长老，你想赌什么？就怕某些人不敢赌，浪费我的口舌而已。林长老有话直说就是了，没必要拐弯抹角的。好，既然岳长老这么说了，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。我们就赌哪个山门的弟子带回来的资源最多，价值最高，哪个山门就获胜。到时候资源和弟子都归获胜的山门，如何？林长老，能赌这么大吗？哼，前往远古战场的都是山门的亲传弟子，这要是输了，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都是青云宗的弟子，谁输谁赢，对于我们青云宗来讲都没有危害。我同意参加，毕竟天机峰没了雷啸天，我们赢的机会会更高。要是这么说，我们也可以参加。好，我们朝阳峰也参加。岳长老，你们凌霄峰呢？该不会是怕了吧？我对我的弟子有信心。好，那咱们就说定。宗主，还请你给我们做个见证。有人回来了。是我们紫阳峰的弟子。一个都没有少，不错不错。我们九天峰弟子一个都不少。岳长老，你猜猜，你们凌霄峰能回来几个弟子？该不会一个都回不来吧？啊！怎么可能？宗主，这时间尚未到，你怎么把阵法收起来了？不是我收的，是他自己停止的。我记得阵法只有2种可能才会自动关闭，一种可能是时间到了，另外一种可能是里面没有活着的宗门弟子。胡说！我天机峰的弟子实力可是最强的，怎么可能一个活着的都没有？林真子，你做什么？我天机峰损失那么多弟子，肯定跟这个小子有关。你弟子无能，与我弟子有何关系？没想到师尊这么维护我，师尊真霸气，不枉我给他找了这么多弟子。你说什么？岳无声，当真你踏入神虚境，我凌晨子就会怕你不成？住手！宗主，我天机峰损失那么多弟子，我一定要讨个说法。师妹，我只是询问一下他们。本宗主问你，天机峰弟子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我不知道，
我们进入远古战场之后，雷啸天就跟天机峰的弟子走了。我当时还想出来之后将这件事告知师尊呢。撒谎！林长老，你为什么觉得我在撒谎？因为他们离开之前，我交代的。交代他们什么？小子，这件事儿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哼！师尊，林长老刚才的样子好吓人啊！他不会是想杀了弟子泄愤吧？要真是这样，你今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么可爱的弟子了呢。放心吧，有师尊在，没人能够伤害你。师尊，你真好。既然各山门的弟子已经回来，本次试炼到此结束。宗主，赌局还没结束呢。赌局？刚才林长老提议，哪个山门带回来的资源越多，本次试炼的弟子和资源都归哪个山门所有。我操，这林臣子简直就是送财童子啊！而且还能解决于景秋和柳清雪的问题。我决定了，看在这个老东西帮我解决问题的份上，今后对这个老东西客气一点。你们都有什么收获呀？你们呢？秦雪，你可有带回什么东西啊？你不会也是空手而回的吧？唉，亏大了呀！损失这么多弟子不说，连我这最得意的女弟子也得拱手让人呢。陆离，你带了多少东西回来？就一点点。看来今天老夫是更胜一筹啊！啊！哎呦，小子，你管这叫一点点？对啊，就是一点点，储物袋都没装满。就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我要是将得来的东西全部拿出来，非得吓死你不可。既然我们凌霄峰赢了，那弟子和资源我们就都带走了。好，你们回去吧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10名师弟，获得暴击奖励，开启1000万倍返还奖励。1000万倍奖励，我发达了！诸位师弟师妹，欢迎你们来到凌霄峰。我们凌霄峰和其他山门不同，这里从不养废物。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是个废物，那么现在就可以转身离开了。当然，那些灵药灵草也就跟那些废物没有半点关系。大师兄，难道那些灵草灵药都是给我们使用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些灵药灵草不就是给你们用的吗？在凌霄峰不存在区别待遇，所有人一视同仁。这就是你们入门的奖励。当然，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修炼上偷懒，我会立刻将他逐出凌霄峰。大师兄放心，我们一定刻苦修炼。那还愣着干嘛？修炼吧！我这个大师兄做的也太称职了。检测到宿主所有师弟师妹进入修炼状态，1000万倍经验返还开启。终于到虚神境了，1000万倍奖励就是爽，距离大地越来越近了。哎呀，有了这东西，他们就可以不受外界打扰，潜心修炼了。他就是陆离，你弟弟就是死在他的手里。检测到完美师妹体质，宿主绑定后可开启1倍返还奖励，并获得神秘奖励。陆离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怎么又是你？看来你被废了，还不肯老实。陆离，她是雷啸天大师兄的亲姐姐，雷家第一天骄。你敢这么说他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看你等会儿还怎么嚣张。
系统，你没毛病吧？我杀了人家弟弟，你让我收他当师妹，这合理吗？宿主自行选择，可以选择放弃1倍奖励。你个狗系统，又来 PUA 我是吧？是你杀了我弟弟。当然不是我，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会杀人呢？你狡辩！师尊都说了，他让大师兄和其他5名弟子进入远古战场之后就杀了你。可是只有你活着出来了，说明大师兄是遭了你的毒手。你说什么？他们要杀了我，我都没见到他们。雷小姐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你弟弟就是死在他的手里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为我弟弟报仇。都说胸大无脑，果然说的没错，你是真的蠢。你敢骂我，找死！喂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打女人，你可别逼我。瞧不起我，那就去死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死腿，你快走！我还是喜欢你刚才嚣张跋扈的样子。来，恢复一下。陆离，我告诉你，这里可是青云宗，你敢杀我，宗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又有谁会知道呢？更何况，你觉得林长老会因为你一个废物跟我们凌霄峰为敌吗？陆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来找你，我现在就滚，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晚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你不会打算用美人计吧？我要杀了你！你打不过我的。其实，你弟弟是我杀的。你终于肯承认了。那又如何？你觉得你能杀得了我？这个消息我会传回雷家，雷家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什么？化神期的威压？这怎么可能？幸好我还压制一些修为，不然这小妮子非得趴在地上吓坏不可。你也不看看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也不看我师尊是谁。她可是堂堂第一女剑仙，在我师尊他老人家的辛勤教导下，我才能有现在的实力。不然这些师弟师妹看完纷纷要来我们凌霄峰。我师尊说过，任何人都可以拜入他门下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不要有这个心思啊！毕竟，如果你的实力超过我，那我岂不是很危险？是啊，如果我能加入凌霄峰，岂不是可以杀了陆离，给我弟弟报仇？多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还说我蠢，看来蠢的是你才对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拜入凌霄峰，成为月无双长老的弟子。哎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要是你超越我，我岂不是很危险？我就要超越你，为我弟报仇。哎呀，完了，我怎么将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了你呢？哼，大师兄，你就等着我超越你的那一天吧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雷星瑶，开启1倍返还奖励，获得续命丹，服用后可起死回生。爽！1倍返还奖励到手。还有这续命丹，也就是说我现在有2条命了。你说的对，大师兄就等着你超越我的那一天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雷家遇到几名强者袭击，家主受了重伤，已经快不行了。你说什么？就在你离开雷家后不久，几个神秘人冲入雷家，杀了很多人，家主也身受重伤。父亲，算你小子走运，等我处理完雷家的事情，会来找你的。不是吧？他要是走了，我岂不是要损失很多返还修为？云子，你要干嘛？拜托，以你那金丹修为，啥时候才会跑回雷家？
别以为这些小恩小惠就能让我放弃报仇。你这小妮子怎么还恩将仇报呢？大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家主他已经不行了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大小姐，家主已经死了，以后雷家全指望您了，您一定要振作起来。到底是谁杀了我父亲？那几人都是化神期的修为，使得功法十分诡异，家主根本不是对手。化神期又如何？我一定要为我父亲报仇！我操，这小妮子一个金丹期要去找化神期送死了，她要死了，我的一倍返还怎么办？哎，等等，你这是去送死？这是我雷家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好歹我也是你大师兄，你这变脸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我说了，让开！哎，算了，本来我还想用师尊他老人家给我的续命丹救某人父亲一命，既然他着急送死，那就让他们灭门吧，省得浪费续命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有传说中的续命丹？你不是要去送死吗？去吧，去吧，没人拦你。我错了，大师兄，求求你救救我父亲！如果你能让我父亲复活，今后都听你的。小样，本师兄还治不了你啊！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父亲，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父亲，是他用续命丹救了你。什么续命丹？少侠，这续命丹十足的珍贵，甚至可以救神虚强者一命，你怎能用在我这修为低微的人身上啊？新瑶是我师妹，我作为师兄，家里有事，岂能不管啊？瑶儿啊，你也加入了青云宗。少侠，你可知道是谁杀了我儿子？要是我告诉他杀他儿子的凶手就站在他面前，恐怕他会当场又被气死了。父亲，闯入我们雷家的到底是谁？是阴魔宗。阴魔宗？他不是被困在玄天结界无法逃出？他们是如何出来的？看来此事非同小可，得尽快通知其他家族和宗门。家主，这是柳家二公子，难道柳家也被阴魔宗袭击了？柳家主，你就别抵抗了，以你这样的修为，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等你死之后，你就知道了。雷动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老天不收我，给我存活一次的机会。哼！不管你们阴谋宗有什么阴谋，都别想得逞。我已经派人去通知王家、李家，他们家主马上就到。王家、李家，可能他们是来不了了，因为他们已经都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不管你是怎样活过来的，我能杀你一次，就能杀了你2次。瑶儿，你们快走，将这件事告诉青云宗，一定不能让阴魔宗的奸计得逞。父亲，走！好感人的父女离别场面，只可惜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还打不打？哪里来的臭小子？看你是活腻了。
聒噪！一巴掌抽死了一名化神期强者。瑶儿啊，你确定是你的大师兄，不是你的师尊？瑶儿，快告诉刘伯父，你这大师兄在哪儿修行？我让我家儿子也拜师去。青云宗凌霄峰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可知道与我阴谋宗作对的下场吗？哼！老子说话你听不懂吗？打架就打架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打不过就想跑，你们阴魔宗也不行啊！说吧，你们阴魔宗到底有什么阴谋？你杀了我吧，我是不会说的。你不是应该再问2遍吗？怎么直接动手了？少侠，你们凌霄峰还收人吗？大爷，您这年纪就算了吧。这要是给他上修炼强度，24小时不间断修炼，别到时候承受不住压力，嘎在凌霄峰，我恐怕也没办法跟他家人交代呀。不是我，是我柳家的晚辈，你们都出来！少侠，请你收下他们2人，带他们拜入凌霄峰吧。系统没有任何反应，看来柳家这2个后辈资质一般。少侠，我这孙女儿可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这话怎么听着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？少侠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和我柳家喜结连理，这样咱们的关系就更近了。哎，别，人我可以带走，但喜结连理就算了吧。你是刘老头儿，你还要点脸啊？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你还以为少侠能看上你的孙女儿？怎么不可能？看不上我孙女儿，难道还能看上你女儿不成？哼，我女儿怎么了？我女儿那可是国色天姿。那咱们让少侠看看，到底是选你女儿还是选我孙女儿？问就问。少侠，2位家主，宗门还有事，徒弟我就先收下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你看，都怪你，这怎么能怪我呀？明明是你吓走了少侠。既然你们来到凌霄峰，那么有些规矩你们必须知道。我们凌霄峰从来不养闲人，你们修炼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这位是你们大师姐江灵儿，当初她根骨极差，甚至有人说她这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炼气5层。你们知道她自从刻苦修炼之后，现在达到了什么层次吗？炼气3层。那你也太看不起你师姐的刻苦努力了。是先天3层。所以，只要你们刻苦修炼，根骨再差也不是问题。但是如果你们偷懒，即使有再高的天赋，也终会被那些勤奋之人超越的。大师兄，您放心，我们加入凌霄峰一定会刻苦修炼的。对，我也会刻苦修炼的，我也一样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柳玉飞和柳志成兄妹，开启11倍返还奖励。嘿嘿，11倍奖励到手，师弟师妹们，我爱死你们了！还愣着干嘛？去修炼吧。那是师尊修炼的地方，难道师尊，你怎么了？师尊，你没事吧？灵儿，你快走，师尊快坚持不住了。
师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能将你一个人丢在这里？为师修炼的无情拳虽然能快速提升修为，但是在10年之内，如果没有突破渡劫境，就必须与同样是神虚境而且心意相通的男子结合，才能踏入渡劫境。是什么？那如果不是神虚境呢？如果不是神虚境，男子将会被吸干精血，而我也会彻底丧失修为，变成一个废人。这天底下还有这种奇葩的功法？我本想突破渡劫，但没想到还是失败了。灵儿，你快走，为师不想连累你。那我到底帮还是不帮呢？算了，小龙女还是杨过的姑姑呢，老子这师徒恋又算啥？师尊，你就饶了我吧，这都折腾一整天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徒弟吃不消啊！你都神虚境了，竟还想瞒着我，看你今后还敢不敢这样？师尊，我就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放过你也行，但是必须再来一次。啊！要是知道师尊之前的冷淡性格只是为了压制功法装出来的，打死我也不敢招惹他呀，这太要命了！大师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没事儿，就是太累了，再歇一会儿。大师兄为了我们不辞辛苦累成这样，我们今后一定要好好修炼，好好报答大师兄。你们怎么不修炼呢？大师兄，青云宗要举办宗门大比，名单上让我们跟你一起参加。这不刚举行完宗门试炼，怎么又来个宗门大比啊？这能不参加吗？刚才那个师兄说，名单上的每个人都必须要参加。啊？什么？这怎么还强制参加呀？你们知不知道，他们一天不修炼，老子要浪费多少修为？朝阳峰5局3胜，朝阳峰获胜。接下来是凌霄峰对阵天机峰，请山门弟子上台比试。放心吧，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以为那个小子会亲自出场，没想到竟然派一个根骨极差的废物师妹出来送死。你废话真多，赶紧结束，别浪费我宝贵的修炼时间。你不是先天境，你是金丹境。现在知道晚了。大师兄，我对不起师尊。别说话，好好养伤。接下来的交给大师兄。第一局，天机峰胜，请凌霄峰弟子继续出战。我还以为你还要当缩头乌龟呢。上一个伤我师妹的人，坟头草都已经很高了。就凭你一把武器都没有，想杀我？杀你，用不着武器，一拳足矣。这怎么可能？小子，你敢残害同门！我没想到你的弟子竟然如此废物，是我高看他们了。小子，你残害同门可是死罪！我现在要替宗门除去你这个孽障。你想杀我？杀你又如何？按照宗门规定，杀害同门乃是死罪。今日就清除你这个孽障了。还是你觉得你那个冷淡的师尊还能来救你？难道昨天师尊突发状况跟他有关？实话告诉你，今日没人能救得了你。杀我弟子，凌晨子，你的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。有伤？你怎么可能？托师兄的福，我不仅没事，还顺利的进入了渡劫境。师妹，你当真踏入了渡劫境？
么可能？你明明……你当真以为我没有应对的方法？若非看你是同门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宗主，闭嘴！依我看，是你天机峰的弟子实力太弱，才输给了陆离。此事不要再提，继续比试。宗主，我的话你听不懂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们青云宗的实力又要提升很多了。若是有什么需求，尽管提出来。山门的事情都是离儿在管，要看离儿有没有。宗主，我们凌霄峰弟子太少，不如这样，如果我们凌霄峰赢了天机峰，那么天机峰的所有弟子都来凌霄峰当我们的杂役弟子。小子，你竟敢羞辱老夫！羞辱又如何？宗主，他们欺人太甚！如果凌霄峰能够赢得比试，那就证明了你们天机峰在教导弟子方面确实很有缺陷。那就让凌霄峰代管吧。宗主，就这样吧，别耽误了比试。等等，怎么，小子，你这是怕了，准备求饶？我是觉得一个一个收拾太浪费时间了，所以让你们剩下的3个人都一块上，毕竟我的时间很宝贵的。好小子，这么狂妄啊！别愣着了，赶紧上来。赶紧上来。小子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们。岳长老，没想到你的弟子竟是作死之人，哼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到，真是让我开眼呐。这些人不对劲，不管你们用了什么办法，像你们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今日我都会让你们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手段都是垃圾。这怎么可能？看来林长老的弟子确实是一群没用的废物，4个打1个都没打过。从今日起，天机峰的所有弟子将为我凌霄峰的杂役弟子。哎呀，真是让我开眼啊！真是没想到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1500名杂役弟子，开启100倍返还奖励。我操，100倍！我踏入渡劫期指日可待了。你们还要比吗？不了，算了。宗门大比的魁首是林霄峰。你们没有意见？没有。谁要是有意见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安顿好新来的弟子，到为师的修炼之地。为师有事找你。不是吧，师尊？这样下去，铁杵也磨成针了。我们到了。师兄，这是哪里？大师兄，这应该不是凌霄峰弟子居住的地方吧？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凌霄峰之前只有2位弟子，所以说居住的条件比较简陋，所以呢，只能先委屈你们住在这里。大师兄，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住在树林里？大师兄，就算我们是杂役弟子，也不能这么区别对待吧？你们听说过陋室铭吗？是陋室铭？什么东西？这陋室铭啊，讲的是一位修士不为身边的条件居住简陋而埋怨，反而调整心境，因为豁达的胸怀，最后踏入地境的励志故事。地境强者，知道为什么不带你们上山吗？你不是说是因为山上没有地方住了吗？你们懂什么？那只是表象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师尊他老人家对你们的考验。知道师尊他老人家现在是什么修为吗？那可是青云宗第1强者，堂堂渡劫期大能，多少人想要当他的弟子都没有这个机会呢。师兄，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只要潜心修炼，我们也有机会成为正式弟子？那是自然，不然我为什么要对你们进行考验呢？其实啊，师尊他老人家无时无刻的都在观察着你们，只要让他老人家看到你们的决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你们啊，
迟早能够成为他的正式弟子。我一定要成为正式弟子，我也要成为正式弟子。住在树林里又如何？要是能够成为正式弟子，让我住在树上我也没意见。那你们还愣着干嘛呀？赶紧修炼！自从开始 PUA 师妹，我这 PUA 的水平是显著的提高了呀。检测到杂役弟子全部进入修炼状态，100亿倍修为返还开启。不愧是100亿返还，我竟然也直接突破到了渡劫境。系统，我爱死你了！师兄，天上怎么这么多魔气，而且是在天机峰的方向？天机峰，你们先在这里修炼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是。这。林晨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快停下！宗主，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。今日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宗主，那个好像是传送阵啊，而且连接的应该是玄天结界。什么？玄天结界？那不是困着阴魔宗吗？林长老，这是要与阴魔宗勾结呀！阻止他！他怎么变得这么强？他应该是用了阴魔宗的一种秘法，能瞬间提升修为。宗主，你们都去死吧！林晨子，你清醒点！宗主，我很清醒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，我今天就是要亲手毁了整个青云宗。白日做梦。岳无双，你终于肯出现了！我今天的这一切可都是给你准备的。照顾好宗主他们，我去解决了这个畜生。他在吸收魔气，强行突破修为，这跟找死有什么区别？那又如何？我就是要亲手宰了你！你不是很宝贝你这个大弟子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尝尝失去大弟子的痛苦！陆离，小心！老东西，想要杀我，你还不够格！渡劫境，怎么可能？我吸收了所有的积蓄，吸收了那么多魔气才达到渡劫境。你凭什么是渡劫境？陆离竟然也是渡劫境！你何时突破的渡劫境？师尊，刚刚突破的。哼，又不告诉我，等回去再找你算账。师尊，本来是想告诉你的，只是这不是没来得及吗？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为何突破失败，遭到反噬还能活下来。原来，你跟你的弟子搞在了一起。没错，我是借助与他双修突破了渡劫境，那也比你这个吃里扒外、堕入魔道的畜生强。都是你们逼我的！你的弟子杀了我的大弟子，你还用卑鄙手段抢走了我其他弟子，这都是你们逼我的！若不是你纵容你弟子胡作非为，能有今天的结果吗？你我联手，杀了他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功力怎么在消散？魔尊，还我力量！还我力量！师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被魔尊抛弃了，不仅收走了他的力量，也收走了他毕生修为。呸！活该！
师妹，不好，赶快停止这个阵法，这是阴魔宗的传送阵的。已经来不及了。什么？天！当年魔尊屠戮修仙界，我们10大宗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才将半步地境的魔君还有阴魔宗封印在了玄天结界。若他们解开封印，进入青云宗，那青云宗必将生灵涂炭呐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咱们赶快通知弟子，让他们离开青云宗。只要他们还在，咱们青云宗一定会有重振旗鼓的一天呐！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。我们尽量拖住阴魔宗，给那些弟子争取离开的时间。灵儿，你快走吧，带着灵儿他们离开。现在离开根本就来不及啊！就算找地方躲起来，就凭借离开的那些弟子，根本就没办法重振青云宗。那也比在这等着死强啊！陆离，你的实力最强，以后青云宗的那些弟子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有个屁用啊！我这是大师兄养成系统，又不是弟子养成系统。而且要是师尊死了，我这系统可就彻底凉凉了。到时候我还怎么成为大帝？还怎么在修仙界横着走？我只想当师尊的徒弟，这宗主我没兴趣。难道天要亡我青云宗吗？青云宗主，好久不见呐！这是魔君的声音，不好，魔君来了！我得赶紧通知弟子，赶紧撤离呀！等等，陆离，我知道你实力强横，但是他们实力微薄，待在这儿只能是死路一条啊！我有个办法，或许可以试试。你有办法？让所有宗门弟子全部拜入我师尊门下，成为我的师弟与师妹，让他们同时修炼，就可能有办法拯救青云宗了。陆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挖别的山门的墙角，简直荒诞呐！还是让青云宗的弟子赶紧离开吧。是啊，师尊，你信我吗？我信。师妹，这可不是儿戏。若是魔君传送到青云宗，那是一切就完了。可是其他长老不同意怎么办？若不同意，就打到他们同意。还是我师尊霸气。岳长老，你疯了！等他们离开之后，我们带所有的弟子全拜入到凌霄峰都行。但是现在是要给他们争取活命的机会呀！我再说一遍，不同意我就打到他同意。若是青云宗覆灭，你就是青云宗的罪人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！我拦住他们，你们快按照灵儿的要求去做。都听师妹的，快去！青云宗主，别来无恙啊！你们这些卑鄙小人，竟然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！你都说了我们是小人，我们还会在乎用什么手段吗？只怪你们的林长老对你们的怨念太深，经不起诱惑，杀了青云宗上下一个不留！剑！没想到这小小的青云宗竟然还有一位渡劫高手，看来刚才那个废物就是被你击败的。区区渡劫也敢挑衅我半步地境，找死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说的办法还需要多久？应该快了。我拖住他们，给你争取时间。师尊，一定要小心。我倒是小瞧了你，竟然一掌没将你打死。师妹！宗主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要是
再晚一会儿，师尊就要挂了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万名师弟师妹，获得万倍暴击，开启万亿返还奖励。检测到宿主所有师弟师妹进入修炼状态，万亿倍经验返还开启。成了。渡劫7层、8层、9层，要抓最后一步，快啊！这就是跟我阴魔宗作对的下场。从今以后，整个大陆再也听不到青云宗的名字。师妹，早就说不要相信那个小子的话。你可是害了整个青云宗的人啊！师兄，我相信他，他肯定会有办法的。看来这青云宗真的是没人了。既然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身上，上，把那个小子给我斩了！好。这种气息难道是地境？这怎么可能？1000年都没有出现过地境强者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没有食言，他做到了。说，这个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杀你的人，我乃当世最强魔尊，当初10大宗门联手都没将我杀死，这小子也配？怎么可能？半步地境，怎么可能破不开他的防御？恭喜宿主成功登顶大地境界，成为当世最强者。终于踏入地境了吗？哼，区区渡劫巅峰，谁给你的勇气叫自己半步地境？今日就让你看看你和地境直接的差距。不，我筹划了整整10年，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出来复仇，竟然被你给破坏了所有的计划。大地之境又如何？今日我就斩了你这个大地！他这是要自爆毕生修为，要拉整个青云宗陪葬。小子，你现在就是想要阻止我也晚了。半步地境的自爆，足以将方圆千里夷为平地。今日所有人，包括你这个大地，给我陪葬！系统，宿主我在。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？宿主，奖励已经全部发放，本系统也无能为力。什么？你不会就让我这个大地这么下线吧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大地被一个渡劫巅峰的垃圾给炸死了，恐怕得被别人笑死。不是没有办法。我操，那你快说！你可以溜啊，以你大地的实力，现在溜还来得及。狗系统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那我走了，我师尊和那些师弟师妹怎么办？那就只有用你毕生修为创建一个独立空间，然后把它送进去，就算爆炸，空间坍塌，也不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任何影响。毕生修为？是的，宿主。那我今后还能修炼吗？自然可以。那还犹豫什么？给我创建一个独立空间啊！宿主利用毕生修为换取独立空间成功，是否将魔君传送至独立空间？李亚，你快走，别管我们。现在走，晚了。不好意思，你的愿望要破灭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应该知道大地境界可以创建独立空间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不过要费尽所有的修为，你难道要传送？不要！你的修为……没事，师尊，修为没了可以再重修，但是你们要是没了，我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洛离呀，我没想到你竟然为了青云宗能做到这种地步，当受老夫一拜。宗主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请求。别说一个请求，就是100个也都答应你。能不能今后入门的弟子都来我们凌霄峰？什么？你们凌霄峰还要弟子？师妹，你要那么多弟子，能教得过来吗？这不是还有陆离吗？
好吧，既然陆离开口了，那我这就派人通知下去，以后要报名的，全部去凌霄峰报道。大师兄，我是李家的李二牛，根骨还算可以，特意来参加凌霄峰弟子的选拔。进去吧，你被录取了。真的吗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我就是天下第一女剑仙，凌霄峰首席大弟子陆离。没听过。没听过也没关系，今后来了凌霄峰，自然就知道我是谁了。你们所有人，只要有根骨，都可以加入凌霄峰，成为杂役弟子。大师兄，为什么是杂役弟子？杂役弟子怎么了？那些之前都是其他山门的正式弟子，不管他们之前多么辉煌，来了我们凌霄峰，都会当杂役弟子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那是因为我们师尊是天下第一女剑仙，堂堂渡劫境的大修士。你们自己看看自己身后，有多少人想加入我们凌霄峰？不过你们不用担心，师尊他老人家注重的不是修为，而是你们对修炼的热爱。只要你们肯努力，有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就可以成为正式弟子，加入我们的凌霄峰。大师兄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是自然，而且师尊啊，对你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负责，无时无刻的在关注着你。大师兄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哎，师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招收弟子的情况。师尊真的来了，大师兄没有骗我们，我一定会刻苦努力的修炼。为了让师尊收我为正式弟子，我也要刻苦努力，我要刻苦努力，我也要努力。你们快去修炼吧。好。师尊，这点小事你还干嘛亲自跑一趟？我来办就行。我是来找你的。嗯？找我？师尊，我的修为才恢复到元婴，那种事情急不来的。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师尊，我的修为才恢复到元婴，那种事情急不来的。你也不想徒弟香消玉殒吧？我知道你的修为刚到元婴，所以我动用秘法，把自己的修为也压制到了元婴，所以我们又可以做那种事了。怎么？你不开心？不是，没有，我很乐意。那走吧，咱们回洞府。我这师尊冷淡的100年，这点心思怎么全用在我身上了？